惊涛骇浪完结，萧百灵不是任心正的前女友，孙头头的真实身世成谜。任心在前线疲惫不堪，病倒了。宋玲兰心急如焚，也顾不上和他继续冷战了，就把4位老人留在家里，自己冲过去帮忙。任新增突然见到妻子的那一刻，心里很是感动，但以男人的风范，甜言蜜语还是说不出来。直到听说老两口的奶奶病重，活不下去了，他才明白自己要好好珍惜眼前这个人。上次见病人，任心正刚生了病，为了不让粘人的丈夫不高兴，她保持沉默。那时，婚姻女子望着窗外初升的朝阳，还在欣赏着美景，不知是不是最后一次。没想到一转身，她就想要迈出第一步。世事难测，任新增不想留下任何遗憾，终于在病床前说出了藏在心底多年的秘密。原来他找了萧贝灵几10年，不是因为单相思，而是心中欠下了一笔债。当年他和萧贝灵都是全校成绩第一的，就是武上道也比不上他们。两人互相珍惜，却没有男女之情。后来萧贝灵病倒了，任新增虽然还没有毕业，但已经失了心。他给他针灸，终于治好了萧贝灵的双耳聋。萧贝灵为人正直，没什么怨言，也不想拖累任新真，二话没说就离开了学校。不得不说，那时候的人真的很干净，也很善良。萧贝灵当时的处境，其实和如今的简溪是一样的。20多岁时，她突然残疾了。当她好不容易考上大学时，美好的前途顿时毁于一旦。但她并没有像蒋溪当年那样自暴自弃，埋怨别人。萧贝灵当时没有训斥一句，以免拖累任新真，甚至选择了独自离开学校。室友也知道任心是好心做坏事，安慰鼓励他，让他不要辜负萧贝灵的勤奋努力，好好学习，成为一代名医。虽然没有人责怪任心正，但他心中的障碍根本就是无法逾越。有了这个关系，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任天正误诊蒙蒙时，任心正大发脾气了。如果他低估了这个误诊，任天正就会毫无敬畏之心，说不定还会重蹈覆辙，犯下无法挽回的错误。后来任心正终于在一次同学聚会上见到了萧贝灵，并试图说服他重新诊治自己，但萧贝灵不想再尝试了。他还安慰任心真说，他已经习惯了安静的世界。看到他一个人，任心正更加愧疚。如果不是当时被宋玲兰勾引，他早就和萧贝灵结婚了。不过这么一想，他也太小看萧贝灵了。萧贝灵的状态非同一般，真是心安理得，无怨无悔。几十年过去了，当任心真还满怀负罪感无法释怀时，他已经不凡，能够从容参加同学聚会，从容对待任心真，从心底接受一切。任心曾想捐婚作为补偿，但萧贝灵确实不需要。而当萧贝灵的真相大白之时，首领的身世再次成为谜团。她既不是任心岑的女儿，萧贝灵也不是托付给无上道的。直到节目结束，她的身世信息才被公开。她是孤儿院无所畏惧的孙子。这个结局打了很多人的脸。最初被吐槽为人渣的雪姨，原本是要打倒的。毕竟孙头头这个来路不明的野丫头，恰恰是最有资格成为接班人的人选。因为任心曾说过，他要传承的不是所谓的血脉，而是一种思想，一种精神的延续。那时的他无知无能，当他的身体里只有血的时候，就没有人会接受他。虽然他不再是江家子孙，但他却渐渐成为了一名良医，所有人都对他刮目相看。角色不会问他们来自哪里。头头狗虽然不知道自己的父母是谁，但在师傅的指引下已经找到了归路。这个结局还算圆满。肖战不再后悔，原来他又开启了流量演员之路。梦幻之海假期开播，除了肖战，最让人眼前一亮的是整部剧的质量。明亮或完美的光线，从具有时代特征的 oversized 毛衣、军装外套，到北京古城风，每一件单品都有场景。此外，该节目开播首日便斩获多项冠军，每天都占据全频道榜首，收视率破 1.6， 吸引大笔投资。作为最佳选手，肖战拼尽全力，
为孟海取得了不错的成绩。当然，他的实力也是不容忽视的。他饰演的肖春生，一个真正的混血儿，清新灵动，似乎有着无穷无尽的活力。无论是骑车还是在溜冰场，眼神中都充满了力量，3分不懈，5分不懈，这就是肖张扬的气质。重庆先生演北京先生的时候，台上出现的是原声，没有口音问题，质朴又质朴，眼睛像手电筒，靠近他，一股狂放不羁的气质几乎要将屏幕吞没。肖春生，他的名声很好，表面上他是个话痨王，是北新桥最难缠最倔强的老大。事实上，当他谈到忠诚时，他是把双刃剑切开了。他表面上不吝啬，内心却穿得像赵四。他是个好孩子。红玲在冰场追别的女人的时候，一个简单的眼神交流，就已经淋漓尽致地表达了这家伙的初衷。目光追逐，游走，自然风韵，闪耀艳丽的肖春生。他是一个坚强而有韧性的人。虽然父亲时而清醒时而迷茫，但肖春生一遍又一遍地告诉自己，他是英雄。预告中的哭戏，小张双眼通红，大滴大滴的泪珠落下，五官没有颤抖，也没有撕心裂肺，感觉哭得眉头紧皱，鼻孔紧闭，眼泪直往心上滴。是的，我会称之为高水平的表演，谦虚，用小细节打动观众，而不是激烈的表演。具体来说，爆这个词在当今影视圈被广泛滥用，我们认为这意味着性能，其实没有。用沙哑、夸张的表演来吸引观众，并不代表制作成功。好演员和一般演员的区别就在于他太努力了，被悄悄打磨了。肖战作为一名交通运营商，背负着原罪，媒体一致谴责他的演技，更不用说无端攻击了。但在人物塑造层面，他已经让人眼前一亮。正如肖央所说，走红是需要运气的，一个人没有实力是不可能走红的。两个2018年《陈情令》播出后，无数人喜欢上了小张。剧集最后说把魏无羡还给爱人，魏无羡带给他莫大的荣誉，不仅仅是因为纸人的魅力，更是因为他的表演。不夜城的眼泪，真的，他破碎了，他绝望了，所有的希望都破灭了。他皱着眉头，眼眶通红，仿佛能看到自己的灵魂在颤抖。天道宗齐聚岐山，少年锋芒毕露，剑使疯狂，光芒四射。这一幕与他笔下的其他人物截然不同。魏无羡是冷酷无情的少年，而姬冲是意志坚定的赏金猎人。你只要看着他的眼睛，就能分辨出不同。不过他谦虚地表示自己还没有工作，语气诚恳，没有刻意刻薄。他感谢制作组和原著作者，却忘记了自己。是道路使用者的意识吗？还有，自从肖战成名之后，他就一直处于观望状态。Case 227，很多路人都耳熟能详，这并不奇怪，因为这件事不仅影响了粉丝群，也在官媒上引起了很大的讨论。肖战没有卷入这起案件，但却是整个事件的主要受害者。简单的说，截至2023年6月，作者将小张写成一个有性别不安的女性化理发师。小张的粉丝受挫，纷纷站出来举报。蜜蜂胶，这引起粉丝抵制小张，永远不要低估网络欺凌。从那以后，他的各种照片和论坛充斥着谣言、讽刺和黑屏。但是肖战不是普通人。1年后，他站出来回答所有质疑和指责，但回答并不代表他完全认错跟风。这不是我的错吗？永远不要承担全部责任。肖战在其长文《我想说的话》中告诫大众，停止在一些网络世界打架对抗，保持理性，不要灰心前行。黑粉说他是京城宠，能红就看他的心愿。当然，肖战自从《陈情令》之后就再也没有拍过大成本的电影了。小鲜肉在和陈凯歌、张艺谋这些大导演合作的时候，在《如梦》中非常矜持。练习线、练习物理，没有综艺节目，没有 CP 炒作，连日常曝光都很少。他接拍了古装木偶戏《玉骨遥》，除了所有的新人，就他一个人。预告片中的泪水与魏无羡白大褂上流下的泪水完全不同。
他们像玻璃一样寒冷而脆弱。在《梦幻之海》，一角和傅宁导演还有老朋友李菁合作。喜欢伴我同行，睡过白百合。我描述的这部作品是《射雕英雄传》，该片总投资4亿元，徐克导演。虽然是翻拍，但官方对小张寄予厚望，可见大获成功后，肖战开始行动了。他从不选择咖啡店职位，也不选择合伙人。其实肖战在走红之前一直都是一个跟风者，得到赞美永远是笑话，资源专家让人捧腹大笑。这个人是从重庆来北京参加燃烧吧青年活动，外冷内热，这个热血男儿一路披荆斩棘，在质疑和疑虑中获得出道名额，非常适合首次访问。成团后我并没有给小张更多的资源，在家待了1年多，无法答应，他决定独自用餐，带领斗破苍穹团队饰演吴磊配角，恶作剧千年情愫2。2017年几经拒绝，终于拿到了狼殿下的吉冲2这个角色。只有了解他的人才知道，这个机会是多么的难得。路有你，我自己受苦，人生不等功名。我觉得就像肖战说的，与其浪费精力在网络上诋毁别人，不如做好自己。他去了另外一个传送通道，在睁眼的时候，世界已经变了。